我自掏腰包花500万给村里修路，可全村连村每家每户都修了公路，唯独我家门口还是条烂泥路。我跑去找村长长论，可村长却说我家不运货，修不修路无所谓。强子，钱捐给村委会就是集体的钱，怎么用我们说了算。你家不差钱，又不靠路运货，修不修无所谓，这可是全村人投票定的。前世我就是太照顾村民们，出钱修路，帮卖药材，接济穷户，把这群吸血鬼喂得脑满肠肥。可等我生意帮盘，资金断裂，走投无路时，全村人冷眼旁观，无一人伸手相助。苍天有眼，让我重回3年前。这一世，我定要让这群忘恩负义的畜生付出惨痛代价。不对啊，我不是已经死了吗？2022年，我回到了3年前。强子，村长来了，咋了？睡迷糊了？妈，你还在？傻孩子，我不在能去哪儿？你爸去村长家帮忙干活了，快起来，村长在外头等着呢。强子，你们有钱人就是娇贵，大中午还得睡一觉。叔有事找你。王二蛋，前世就是他算计我，害得我家破人亡。二蛋叔，找我什么事儿啊？还是你们有钱人会享受啊，这沙发坐着就是不一样。上一世，他们就是这样一点点越界，先是拿烟、拿酒、拿补品，后来是借钱、修路、卖药材，再后来是我的公司、我的房子，还有我爸妈的命。强子，站着干啥？坐呀，叔又不是外人。强子，你这是……这烟贵。我爸平时都舍不得抽，嗨，叔也就是顺手拿一根。二蛋叔，你刚才不是说有正事吗？强子，叔琢磨了一下，咱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电视里不是天天喊吗？要想富，先修路。我觉得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咱村这些年为啥穷？不就是路不好吗？药材运不出去，外面老板进不来，孩子上学也不方便，老人看病也难。哼，该来的终于来了。上一世，爸妈的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药。我高中毕业后，看着家里那漏风的土墙，一咬牙，和同样家境贫寒的高中同学结伴南下打工。强子，咱俩这日子跟老鼠有啥区别？老鼠也有翻身的一天，那你想咋办？挣钱。挣到让所有看不起我们的人都闭嘴。那几年，我们挤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吃最便宜的泡面，做最不值钱的活。我只有一个念头，混出个人样，带爸妈过好日子。哎呦，这是强子，开这么好的车，真发财了。哎呦，我早就说这孩子有出息，从小看着就机灵。我爸妈穷了一辈子，也低头了一辈子。强子妈，你这辈子可是熬出头了，生了强子这么个金疙瘩。你看看这大房子，大理石地砖亮的都能照出人影来。哎呀，都是孩子自己争气。强子爸，以后你可就是咱村的太上皇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强子在外面挣了大钱，你们老两口就等着享清福吧。咱全村100多户，谁家有你们这份福气？那天，他们第一次被人看得起。一开始，村民们对我家还心存畏惧，进门时连脚都不敢踩中。沙发一看就贵。大家别拘束，坐。都是乡里乡亲，别站着。可时间一长，我家就彻底成了村民们的免费消遣神器。有人甚至脱了鞋，盘着腿坐在上面一嗑瓜子，瓜子皮吐的地毯上到处都是。这天我刚从城里谈完生意回来，一推开家门，客厅里闹哄哄的，简直像个菜市场。
爸妈，跟我进来。爸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家里怎么天天跟赶集一样？你们看看那真皮沙发，都快被他们磨秃皮了。那些华子和茅台是我买来给你们留着慢慢用的，他们倒好，直接揣兜里带走。这是咱家，还是免费超市？强子，你救他们也是难得来一趟。哎呀，强子，你别生这么大气。大夏天的，外面30多度，好些人家里连风扇都舍不得开，更别说空调了。大家就是来咱家吹吹空调，看个大电视。强子，你妈也是好心，乡里乡亲的，不好驳人家面子。这像什么样子？是啊，强子，你一年到头在外面忙生意，平时就我和你妈2个人住，空荡荡的，也冷清。现在大家伙天天来串门，热热闹闹的，多好。热闹也得有规矩吧？哪有上别人家连吃带拿的？哎，行了行了，乡里乡亲的，计较那么多干嘛？你不知道，现在外面谁见了我和你爸不竖大拇指？我和你妈这辈子也就指着你光宗耀祖、扬眉吐气了。行，但别让他们太过分。知道知道。放心，爸妈心里有数。那时的我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人心一旦被喂大，就再也收不回来了。那天我刚出门，孙东头的李四就眼眶通红地闯进了我家院子。老叔啊，你可得救救我老李家呀！李四，你这是咋了？有话慢慢说。我家那臭小子好不容易谈了个对象，女方非要30万彩礼，人家肚子里都有了，说明天要是钱不到位，就去医院把孩子打了。3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啊！老叔，我砸锅卖铁也凑不齐啊！强子现在是大老板，开着几百万的车，借我这点钱，对他来说还不是小意思啊？强子挣钱也不容易，这钱我也不能替他。老叔，您可是看着我长大的，难道您真忍心看着我们老李家断了香火吗？强子爸，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一把吧。李四家就这一个儿子，要是真黄了，这不是要他命吗？强子现在那么有本事，30万对他来说算啥呀？老叔，我给你写条子，等我有钱了，我肯定还。行吧，等强子回来，我跟他说。老叔，您就是我们老李家的恩人啊！这口子一开，借钱的人就像闻着血腥味的苍蝇一样，全扑了上来。张妹子，喝点水。强子妈，我家那口子走得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哎，你一个女人带孩子是不容易，这孩子马上要上高中了，学费还差2万块钱。孩子上学可是大事。婶子，你看看，这孩子成绩不差，就是命苦。婶子，强子心这么善，肯定不忍心看着咱村里的孩子没书念吧？你们家随便从牙缝里漏一点儿，就够我们娘俩活大半年了。唉，别这么说，乡里乡亲的，能帮一点是一点。婶子，您真是大善人啊！行，这事儿我跟强子说，让他给你转。快，谢谢你，强子奶奶。奶奶，我以后一定好好读书。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借的不是钱，是试探。他们在试我家的底线到底能推到哪里。借钱还不够，后来他们更是得寸进尺，故意捧杀我父母，想让我带着全村发家致富。没多久，村长王二蛋就带着几个村干部，手里提着2只破竹篮子，装了些带着鸡食的土鸡蛋，浩浩荡荡的上门了。强子爸，我代表全村老少来看你们了。村长，您太客气了。强子现在可是咱们村的活招牌，是咱们村的骄傲啊！哪有，他就是运气好。老哥，你这就是谦虚了。强子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住这么大的别墅，总不能看着乡亲们连肉都吃不上吧？大家伙可都指望他拉一把，带全村人一起发财呢。村长，你可别这么说，强子就是运气好，挣了几个辛苦钱，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带全村发财？老哥，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强子这孩子有情有义，现在他发达了，拉乡亲们一把，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父亲本来就老实，又被村长和村干部围着吹捧，
整个人都有些坐不住了。村长，强子要是真能帮上忙，那肯定不能推。等他回来，我跟他说说。有老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大家一起敬强子一杯。强子现在可是大老板，咱村以后的希望就在强子身上了。王二蛋一口一个大老板，一口一个咱村的希望，把我整个人架得高高的。强子啊，你看咱村这些年为啥穷？不是人不勤快，也不是地不好，最关键就是没路啊！你在外面见过大世面，肯定知道，要想富，先收路。是啊，强子，我们苦就苦在没路。村里孩子上学难，老人看病难，下雨天一脚泥，车都开不进来。咱们村的药材种的不差，可就是因为路不好，车进不来，货出不去，收购商压价压得厉害。只要路修好了，药材能运出去，外面的老板能进来，咱村就活了呀！要是真能帮村里修条路，也算好事儿。那时候的我是真的信，我以为自己是在修一条路，也以为这是给爸妈长脸，给自己积德。修这条路大概要多少钱？我让李旺粗略算过了，要把村里的主路和各家各户门口都连起来，零零总总下来，差不多要500万。行，没问题。强子大气，我就说强子不会忘本。强子，只要这路修起来，乡亲们一辈子记你的好。以后谁敢说你家半句不是，我王二蛋第一个不答应。这条路不光是路，这是你的功德碑啊！对，功德碑。强子这是给全村积德。功德碑，多可笑的3个字。他们看见的是我这座金山终于开了口子。收款到账500万元。强子啊，你真是咱村的大恩人，叔替全村老少谢谢你。强子真有出息，发财了还知道回报乡亲，这才叫不忘本。大家伙都记住了，这条路是强子给咱们修的。强子，你放心，这路叔一定给你修得漂漂亮亮。那就麻烦二蛋叔了啊！放心吧，叔叔指定给你办妥了。这下好了，以后我家车也不用陷泥里了，以后孩子上学也方便了。村长，这边路往哪边拐？先往我家那边铺。那边不是主路吧？让你铺你就铺，村里路线我说了算。咋还没修到咱家这边呢？可能先修主路吧。村长不是说后面会修过来吗？哎呦，强子来了，快坐快坐。你这大老板今天咋有空来村委会？二蛋叔，修路的路线图呢？我想看看。路线图啊，在李旺那儿呢。那你把李旺叫过来。怎么路修这么久还没修到我家门口呢？强子，你咋还不信叔呢？你为村里出了这么大力，叔还能让你寒心？等主路修完，我马上安排人往你家那边铺。真的？真的。到时候不光修到你家门口，我还让他们给你修得宽一点，漂漂亮亮的。行，那我等着。这就对了嘛，乡里乡亲的，叔还能坑你？强子，是不是后面还会修啊？可能今天工人忙不过来。那条路像一记巴掌，狠狠抽在我脸上。强子，你去哪儿？找王二呆。二蛋叔，我家门口那段路为什么停了？你家鸡窝门口修了，李四家那块没人住的老柴也修了，可为什么我家门口还是烂泥路？强子，你这话就不对了。钱捐给村委会，那就是集体的钱，怎么修，修到哪儿，当然是村委会跟全村情况统一安排。可这钱是我出的，
为什么全村都修到了，唯独我家没修到？哼，你家不差钱啊。再说了，你又不靠这条路运货，每个月也就回来住几天，修不修到你家门口影响不大。所以我出了500万，最后我家反倒排不上。强子，话不能这么说，村里其他人不一样，大家要靠这条路出门卖货过日子。我们村委会也是综合考虑。综合考虑？对，全村投票定下来的。哼，强子，你是做大生意的人，格局要大一点。强子，要不算了吧，也没多远，钱都花了，不差这几10万。你看，我就说他肯定会自己修吧。有钱人嘛，嘴上闹一闹，最后还不是自己掏。我以为这件事忍过去就算了，可我不知道，从我第一次低头开始，后面的刀子就已经一把接一把递到了他们手里。村里日子看起来越来越好。张寡妇家门口停着新电动车，有人翻修房子，有人买了车，有人说要给孩子在城里买学区房。今年药材卖的真不错，多亏强子，他要不帮忙，咱哪能挣这个钱？他是大老板，这点忙对他算啥？强总，平台流量费又涨了，退货率也压不下来，仓库库存越堆越多，还有几个合作项目货款一直没回来。银行贷款呢？下个月到期。这些年往村里填进去的钱早就不是小数目，他们一点一点把我的现金流拖垮了，得先把借出去的钱收回来。哟，强子来了，快坐。李叔，当年你儿子结婚那30万什么时候还？强子，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了，那钱当年不是你主动帮忙的吗？乡里乡亲的，怎么还好意思要回去？我现在资金周转出了问题，真需要这笔钱。你一个大老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差我这30万。再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哪记得什么借不借的？除非你把欠条拿出来。强子，你说你都那么有钱了，还追着要这点钱干嘛？发财时候装大方，破落了就翻旧账。张姐，当年你儿子上学的钱，还有后来我陆续帮你的那些钱，我现在真的需要你还一部分。大家快来看啊！强子发财的时候装好人，现在破落了，就来逼我们孤儿寡母还钱啊！嫂子，我只是让你还当年借的钱。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啊！强子，这就有点过了。张寡妇家多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些曾经拿过我好处的人，没有一个替我说话，他们只站在旁边看热闹，眼神冷得像看一个陌生人。我最后去找王二丹，我以为他至少会念在这几年我给村里投了那么多钱的份上帮我说句话，结果他坐在村委会办公室里，连茶都没给我倒一杯。二蛋叔，我公司现在资金困难，这些年我给村里垫的钱、修路的钱、药材的钱、合作社的钱，你们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哼哼，强子，不是叔不帮你，叔也是逼不得已呀。村里的钱都有账，乡亲们日子也刚好起来。你是做大生意的人，困难只是一时的，咬咬牙就过去了。那我这些年给村里填进去的钱呢？哼，强子，话不能这么说，可都是你自愿给村里做贡献的。既然是贡献，哪有往回要的道理？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从来不是乡亲，不是恩人，我只是一个可以被反复榨取的钱袋子。只要钱袋子还能往外倒钱，他们就围着我笑；一旦钱袋子空了，他们就会把我一脚踢开。后来，我的公司彻底崩了，房子抵押，车子变卖，账户被冻结。我从曾经人人巴结的大老板，变成了全村嘴里的笑话。早就说他那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年轻人不踏实，挣点钱就不知道姓什么了。给村里修路，那不也是为了显摆吗？现在好了，装不下去了吧？这是什么？你当年为了公司周转，向村委会借过一大笔钱。我什么时候借过？欠条上有签名，也有你爸的手印。这是假的！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以为那是补签修路捐款确认书。后来我才知道，是王二蛋趁我爸喝醉，骗他说要补一份修路捐款确认书，哄着他按了手印。我爸知道真相后，当场气得晕了过去。我妈哭着求王二蛋高抬贵手，
说我们一家已经被逼到绝路了。王二蛋却只是站在我家院子里，看着那栋曾经让全村羡慕的大别墅，眼里全是贪婪。强子，叔也是按规矩办事。哼哼，你要怪就怪自己命不好。那天之后，我被赶出了自己亲手盖起来的家，父母受不了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带着他们四处求医，可身上早已拿不出钱。那些曾经被我接济过的人，别说借钱，连门都不愿意让我进。强子，是爸没用。爸，别说了。爸这辈子就怕被人看不起，结果害了你。没有，爸，没有。我以为最痛的事是看着父亲在我面前离开，可命运没有给我喘息的机会，母亲也倒下了。强子，我挣了一辈子钱，盖了大房子，买了好家具，让所有人都来我家吃喝，可最后我连爸妈都没护住。我恨王二蛋，恨那些白眼狼村民，可我最恨的是上一世的自己，明明挣了钱，却把最该保护的人亲手送进了狼窝。强子，王二蛋还不知道，此刻站在他面前的早已经不是上一世那个任人拿捏的强子。你笑啥？没什么。二蛋叔，你接着说。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孩子，我要让他自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强子，叔是这么想的，咱村100多户，家家户户都穷，让大家一下子拿钱出来肯定困难，可这路又不能不修，你说是不是？二蛋叔，你说的对，咱村要想富，确实得先修路。就是吧，修路说起来容易，真要干起来，哪儿都要钱，水泥要钱，人工要钱，机械进厂也要钱。村委会账上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别说修路了，就连进城请人算个预算的钱都拿不出来。那二蛋叔的意思是，叔跟几个村客户商量了一下，大家伙也都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能不能你把这个钱出了？不多，也就500万，对你来说少买辆车的事儿，可对咱村来说那就是改命的大事儿。也就500万。强子，你现在是大老板，不是应该的吗？修路是给全修的，不是给我一家都走。全村人的药材都往外运，凭什么钱让我一个人出？强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你条件好，能力大，多出点怎么了？乡亲们日子苦，能跟你比吗？行，那就让条件好的多出，条件差的少出。你是村长，你家在村里，你条件也不差，你先带个头出个50万，我再根据各家情况按比例跟上。50万？我哪有那么多钱？你没有。你儿子王福结婚，席面摆了3天，烟酒都是整箱往外搬。你家前2年刚盖的新楼，门口还停着一辆小轿车。你这个村长都拿不出50万，凭什么张口让我拿500万？强子，咱们现在说的是全村的大事儿，不是算谁家有多少钱。你别跟叔抠这些小账。哼，小账什么意思？你心里话啥意思？我爸一个月抽3条烟顶天了，可我每个月往家里带20杆软中华都不够散，烟都去哪儿了？我妈喝茶能喝多少？一个月30斤好茶叶，连茶渣都剩不下，又进了谁家的茶壶？我给爸妈买的补品、水果、酒水刚放进储藏室，第2天就少一半。你们进我家跟进超市一样，拿的时候笑呵呵，走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打。强子，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了。还有你家王福结婚，说家里没牌面，借我家的液晶电视和真皮沙发撑场面，说好3天还，到现在1年多了，东西呢？你侄子王远胜今天说家里来亲戚，明天说办事招待人，从我家搬走多少香酒，多少袋米面油，你要不要我现在给你列个清单？还有李旺，他帮村里跑药材账，运输费一项比一项高，包装费1年比1年离谱。我没说，是给你这个村长留脸，不是我不知道。强子，你别太过分，你这是怀疑村干部。我不是怀疑，我是在告诉你，别把我当傻子。强子，你现在发达了，翅膀硬了是不是？连我这个村长都不放在眼里了？村长？二蛋叔，你是不是在村里耀武扬威惯了？真以为全天下的人都得听你的？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为什么不敢？以前我客气，是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不是怕你。你们一个个吃我的，拿我的，用我的，最后还敢开口让我掏500万？怎么，真把我当村里的小金库了？修路我没意见，该我出的钱我1分不少，可想让我一个人掏500万替全村买单，门都没有。强子，你可想清楚了，村里修路是大事。你今天要是不支持，以后乡亲们怎么看你？你爸妈还在村里住着呢。你威胁我？叔不是威胁你，叔是在提醒你，做人不能忘本。忘本？我倒想看看，到底是谁忘本。这2年没有我帮忙卖药材，你们兜里能有钱？没有我贴钱找渠道，村里那些药材早烂地里了，吃饱了就砸锅。
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你们还真是一点都不脸红。强子，你会后悔的。哼，我最后悔的就是以前太给你们脸。行，强子，你有种。修路的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到时候乡亲们都来问你，我看你怎么交代。正好，你最好把全村人都叫来，我也想当着大家的面问问，他们到底是想修路，还是想吃我大户？哼！强子，话是你自己说的，我等着。强子，怎么回事？你咋把村长给气走了？咱在村里过日子，他是村长，以后还得仰帮人家照顾呢。乡里乡亲的，把关系闹僵了可不好。你抽空拿点东西去村长家赔个不是，别让人家心里记恨咱。妈，没事儿。咋能没事呢？村长这个人，咱得罪不起啊。村长算个屁！强子，你可别乱说，让人听见不好。听见就听见。以前是我不在家，你和我爸太好说话，他们才觉得咱家好欺负。从今天开始，不一样了。妈，给爸打个电话，叫他回来。你爸还在村长家帮忙干活呢，说是搬点柴，弄完就回来。他又不是王二奶家的长工，3天2头去给人家干活，还得看人脸色。咱家用不着给别人低三下四。可是妈，这2天抽空，我带你和我爸去城里检查一下身体。上了岁数，健康最重要。咱家又不缺钱，没必要看别人脸色。放心吧，儿子长大了，知道该怎么做事。强子，你二丹叔刚才是不是来过？我听你妈说，你跟他吵起来了。爸，坐。不是吵起来，那是啥？是他上门来要钱。要钱？要啥钱？修路。他想让我一个人掏500万给全村修路。500万？他真敢开这个头？他不光敢开口，还觉得理所当然。这也太多了。那你刚才拒绝他了？拒绝了。爸妈，你们记住，从今天开始，谁来咱家拿东西都不许给，谁来借钱也不许答应。谁拿乡里乡亲的情线压你们，你们就让他来找我。强子，咱这么做会不会太绝了？妈，不是我们绝，是他们早就把咱家当成软柿子了。从今天开始，这个家我来扛。爸妈，我挣那么多钱，不是为了让你们继续省着忍着看别人眼色的。行，听你的。这一世有我在，绝不会让他们再忍气春生的过日子。前世的仇当然要报，尤其是王二这个罪魁祸首。可现在很多事还没有发生，我没有证据，也不能把自己搭进去，得谋而后动。王二呆，你不是贪吗？强子，趁热吃。这老东西中午在我这儿没讨到便宜，转头就去村里煽动人，想用全村人的嘴来压我。强子，听村长说你不愿意出钱修路。强子，你这就是忘本了。村里修路你凭什么不出钱？再有钱，你也是我们村里的人。别觉得你在外边赚了几个钱，就能不把乡亲们放在眼里。村里有村里的规矩，不是谁有俩臭钱就能坏规矩的。是啊，修路是大事。他家这么有钱，不出钱说不去。人不能忘本啊。看啥？我们说错了。强子，别冲动，有话好好说。乡里乡亲的，别闹大了。爸妈，你们先回屋歇着。可是他们……这里我来处理。强子，别跟他们硬碰硬。放心，你们儿子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拿捏的傻子了。强子，你少装听不见，大家都等着你一句话呢。哟，还挺会摆谱，有钱人嘛，架子大。强子，妈知道你心里有气，可外面那么多人。妈，关好门，不管外面说什么，你们都别出来。强子，你们在里面好好待着，就是帮我。
强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来找茬的？你们是来找麻烦的？强子，你少吓唬人！大家伙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句：村里修路，你到底出不出钱？谁说我不出钱？村长都说了，你中午亲口拒绝了，还把他气走了。怎么，现在看见大家伙都来了，又不敢认了？李旺，你耳朵是借来的，还是王二呆怎么教你，你就怎么说？你什么意思？王二呆跟你们说我不同意修路，我中午跟他说的清清楚楚，修路是好事，我举双手赞成。村里要修，我该出的钱一分不少。他说该出的钱会出啊。那村长咋说他不愿意出？是不是中间有误会？强子，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你是说支持修路，可你让乡亲们一家一户掏钱，这不是故意让修路这事儿办不成吗？村长，你这话就更有意思了。路修好了，全村人走，药材运出去，全村人赚钱。凭什么让大家出钱就是办不成，让我一个人出500万就是天经地愿？强子，你那么有钱，多出点咋了？乡亲们都是穷苦人，能跟你比吗？我有钱，所以我活该被你们吸血。你说谁吸血呢？谁急我说谁。王福，你家结婚从我家搬走的电视和沙发还回来了吗？那是借，1年多不还叫借。王远胜，你从我家拿走的米面粮油，要不要我给你算算账？乡里乡亲的，拿点东西咋了？拿点儿，那我明天去你家拿点钱，拿点车，拿点房产证，你也别计较，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强子，今天不是说这些破事儿的，你别东拉西扯。你急什么？村里药材账经过你手，包装费、运输费、损耗费一年比一年高。你真以为我在城里就不知道你们在里面加了多少水？你别血口喷人！账都是村委会过目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还没说你一个人吞了，你急着把村委会搬出来，是怕自己扛不住，还是怕我继续往下查？今天不是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大家来是为修路来的。好，那就说修路。今天大家来的正好，谁是真来商量修路的，明天去村委会，预算路线出资明细，白纸黑字摆出来。谁要是来我家闹事，逼我出钱，或者想趁乱动手，我现在就报警。到时候警察来了，我也想问问，几十号人私闯民宅，算不算村里的规矩？闹到派出所就不好看了。咱就是来问问，也没说要动手啊。我最后再说一遍，修路是村里的事，不是我一家人的事。谁觉得我不该拒绝，谁现在就站出来，把自家存折拿出来，先替全村出一份。这些年你们种的药材是我帮忙找的收购商，你们卖不出价是我帮你们谈的渠道，你们嫌结款慢是我先垫的钱。现在倒好，钱进了你们口袋，路要我一个人修。你们是乡亲还是祖宗？强子，你说话也太难听了。三婶，你家去年靠我卖药材挣了4万8，你儿子做生意从我家借去2万，到现在没还，我问你要过吗？李四，你也别赌，当年你堵到我家门口，哭着喊着说30万彩礼救命，说有钱一定还。现在你儿子都抱上孩子了，钱呢？强子，这么多人在，你提这个干啥？你们这么多人来逼我出500万的时候，怎么没觉得丢人？行了，从今天开始，村里的药材我不管了。啥不管了？强子，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药材马上就要到收的时候了，你不管，我们卖给谁去？是啊，外面的收购商都是你联系的，你要是不管，我们1年不就白忙活了？你们不是说我不把乡亲们放在眼里吗？那正好，以后大家各过各的，我不占你们便宜，你们也别占我便宜。
强子，你别生气，大家也是听村长说的，都是误会，乡里乡亲的，话说开就好了。修路的事可以再商量，药材的事你可不能不管啊。村长，你不是说大家都是自愿来的吗？现在你问问，他们是想我出500万修路，还是想让我继续帮他们卖药材？强子，你少拿药材吓唬人，我们这么多人，还能找不到别的销路？能啊，那你们自己找，包装物流自己谈，收购商自己找，价格自己压，反正我不拦着。那不行啊，没有稳定收购商，这些东西早晚会砸在手里。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修路我支持，该我出的一份我出，但谁也别想把我当冤大头。至于药材，我只帮愿意讲道理、守规矩的人。从今天开始，谁再来我家闹事，谁就自己想办法卖药材。早知道就不来了。村长，你咋跟我们说他不管全村死活？就是啊，这事儿你可没说明白啊。上一世他最擅长利用村民的嘴来压我，这一世我就让他亲眼看看，这些人能为了利益围攻我，也能为了利益反过来埋怨他。行了，我爸妈年纪大了，经不起你们这么多人上门吵闹。明天真想谈修路，就去村委会谈，预算公开，路线公开，账目公开。要是不想出钱，那这路就别修。现在都回去吧。村长还不走？强子，你别得意的太早。这话我原封不动送给你。王二蛋，你欠我的，我会一笔一笔慢慢跟你算。强子，他们都走了。走了。哎，强子，今天这事儿是不是闹得太大了？先吃饭。强子，要不妈来吧？你坐着，今晚你和爸都受惊了。爸妈，你们别怕。不是怕，就是在村里住了一辈子，真闹成这样，以后见面多难看。爸妈，你们还看不明白吗？就咱村里这些人，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强子，今天他们敢上门逼我出500万，是因为以前咱们退的太多，你们越忍，他们越觉得咱家好欺负。以前咱村啥样，能吃上一口肉就算是过年了。现在呢，谁家还缺肉吃？可他们忘了本儿，谁想把咱家当钱袋子，门儿都没有。你长大了，这个家以后你拿主意吧。爸妈，放心，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王二蛋不会就这么算了，可经过今天这一闹，他也不敢再像上一世那样利用乡亲们打压我。王二蛋，下一步该轮到你急了。强子啊，昨天晚上三婶说话冲了点，你别往心里去。这不是前阵子从你妈那儿拿了2盒补品吗？我寻思着你爸妈身体也不好，就给送回来了。强子，你这是……你儿子结婚借走的那2万，什么时候还？强子，三婶手头是真紧，要不先还5000，剩下的我慢慢补。行，写欠条，什么时候还，怎么还，白纸黑字写清楚。三婶儿，药材马上要收了吧？你家那几亩地还指着我找渠道。5000，今天转，剩下的按上面写的还。行行。强子，昨天人多，我也是被他们拱起来了。咱俩从小一个村长大，我还能真跟你作对吗？30万彩礼钱，打算什么时候还？强子，你看你咋一上来就提钱呢？多伤感情！你们昨晚上门逼我出500万的时候，不伤感情？我先还3万，剩下的你宽限宽限。可以，欠条重写，利息不用你补，本金1分不能少。行行，我写。那我家的药材，守规矩，我就给你留条路。收，肯定收。水果拿回去，我不缺水果。强子，这酒是之前从你家拿的，我给你送回来。那啥，以前孩子不懂事儿，拿错了。我们都是听村长说你不管村里死活，这才跟着过去的。你放心，以后王二代再说啥，我们肯定先来问你。他们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他们只是发现我手里还攥着他们的药材销路。人心这个东西，上一世我已经看透了，不是不能用，但不能信。至于那些跟王二蛋关系最近、
昨天叫得最凶的人，我连门都不会让他们进。强子啊，远寿昨天也是嘴快，他这人就那样，没坏心。就拿回去。强子，你这是啥意思？告诉王远胜，他家的药材以后自己卖。你不能这样啊！我们家今年种了10几亩药材，全指着这笔钱呢。那昨天他堵我家门的时候，就该想到这点。强子，都是一个村的，你非要把事儿做这么绝？我昨天说过，谁跟着王二八来我家闹事，谁家的药材自己想办法卖。强子，你回来！这就是我要的，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跟着王二仔来咬我是有代价的。修路这事儿不能光听村长一句话吧？对呀，强子说的也没错。预算表呢？路线图呢？每家到底出多少？还有账目谁管？钱进了村委会，最后咋花谁知道？村长，修路那个预算表啥时候拿出来？路线图也得让大家看看吧，不能你说修哪儿就修哪儿。每家到底出多少，账目谁管，这也得说清楚啊！急啥？强子说了，预算公开，路线公开，账目公开。你们现在倒挺会问。强子回来了，二丹叔，稀客。上次修路那事儿，叔回去也反思了。你说的对，是叔考虑不周。咱叔侄俩闹得不愉快，说到底也是为了村里好，不是真有什么私仇。王二蛋这种人，什么时候会真心反思？他今天能低头，只有一个原因，他又有新的算盘。进来说吧。说吧，又有什么事儿？强子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咱村为什么穷？以前我觉得是路不好，可后来想想，光修路也不够，咱们村真正值钱的是药材。可现在大家都是各种各的，卖也是卖原货，一斤药材才多少钱？要是能自己加工做成成品，那价格可就翻10倍、100倍了。所以呢？所以我想，咱们村能不能搞个药材产业园，自己种、自己收、自己加工，再自己卖。到时候不光咱村能脱贫致富，说不定还能成县里的示范村。强子，你在外面做生意，有资金、有人脉、有眼光，这事儿要是你来牵头，肯定能成。听着不错，你也觉得不错吧？然后呢？建园区肯定要钱，厂房、设备、手续、工人，前期投入少说也得几千万。村里没钱，乡亲们也拿不出来，所以叔想的是，钱你先出。当然，这回不是让你白出，产业园是能赚钱的，等做起来了，那可不是500万、1000万的小钱。哦，那这收益怎么分配？这个叔也琢磨过了，园区毕竟建在村里，用的是村里的地，靠的是全村的药材，所以村集体得占大头，60%，乡亲们也不能落下，每家每户都是原料供应方，算他们30%，你呢，出钱出力占10%。我出钱出人脉担风险，结果只能占10%，这算盘打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我出几千万，只占10%？强子，你可别小看这10%，等产业园做大了，10%也许就是几个亿、几十个亿。再说了，你平时忙，不可能天天守在村里，管理这块叔可以替你操心，还有王福、李旺他们也能搭把手，咱们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王二蛋这次伸出来的不是一只手，是整条胳膊，只要我轻轻一拽，就能把他整个人拖进坑里。产业园确实是个大项目，钱不是问题，但这么大的投资，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我得找几个外地老板过来看看。外地老板那更好啊，人多力量大嘛。不过，既然要让人家来投资，村里的土地、手续、村民配合都得提前弄清楚。这个你放心，我是村长，村里的事儿我说了算，只要老板愿意投钱，土地我来协调，村民我来做工作，谁敢不配合？那行，我先联系几个朋友，过几天让他们来村里看看。强子，这事儿你可得上心啊，
咱村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一次了。放心，我一定会上心。王二呆，这一次我给你准备的不是钱，是坑。王二胆这种人，贪但也警惕。我要是表现得太积极，他反而会怀疑。听说了吗？强子准备投几千万，在咱村建药材加工厂。我听说不是强子一个人投，是外地大老板要来考察。那要是真建起来，咱村药材以后不就愁卖了？何止啊，说不定以后还能进厂上班，工资比进城打工还高。强子，你把事情说清楚，你这不是要投资，你这是要钓鱼啊！鱼已经咬钩了，就差给他撒点饵。行，我帮你，反正只是考察，不签合同，不收钱，不违法。我也不会让你们做违法的事，我只是想让某些人把自己心里的贪念露出来。真来了，还真有老板来，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呀，几位老板辛苦了，欢迎欢迎。我们村虽然地方偏了点但药材是真不错，民风也淳朴。王村长是吧？强总跟我们提过你。强子是我们村出去的好孩子，心里一直惦记着乡亲们。这次要不是他牵线搭桥，我们村哪有机会见到几位大老板啊？村里的土地情况怎么样？如果真要做产业园，规模不会小。光加工区、仓储区、办公区、物流区加起来，前期至少得几百亩。有，当然有。我们村别的没有，地多。那边荒了好多年，平时也没人管。只要老板愿意投资，我这个村长可以出面协调。那涉及到村民补偿，恐怕不是小数目。哎，补偿好说，好说。乡亲们都听我的，只要项目能落地，大家肯定配合。按照初步规划，如果项目落地，周边荒地、闲置宅基地、边角地都可能纳入开发范围。补偿标准要看最终方案，但大概不会低。大概能有多少？这要看投资规模。如果项目按我们集团内部最高规格推进，可能不只是现金补偿，还会考虑安置房、就业岗位、合作社分红。老板，那我们家那块黄地也能算吗？位置在哪儿？就在那边，靠近老水渠那块。要看位置，如果在规划红线范围内，就有机会。那能补多少钱啊？现在还不能定，但类似项目我们以前做过，位置好的，一户几百万补偿也不是没有。几百万？真的假的？我家村西头还有2亩荒地呢，那是不是也能补？还有安置房，那不是能搬城里住了？要是再安排工作，那可真是祖坟冒青烟了。这安置房可宽敞了。这片药材种植面积有多少？这个我知道，全村加起来少说也有几百亩。平时是散户种植还是合作社统一管理？现在是散户多一点，但这个我能协调。只要项目落地，我一句话，大家肯定配合统一管理。那后续如果要统一收购，村民价格预期能不能压下来？能，只要是为了村里发展，谁敢乱抬价？这里如果做仓储区，交通进出不算方便。这个我能协调。如果要打通路，涉及几户村民的地吧？这个我来办。劳动力呢？厂子建起来至少要一批稳定工人。我们村别的不多，人多，只要工资合适，大家肯定抢着进厂。王村长对村里的情况很熟。那当然，
我在村里干了这么多年，不是白干的。这个村儿谁家啥情况，我心里都有数。周总，我跟你说，我们村虽然穷，但人心齐。只要你们愿意投钱，我保证项目一路绿灯。王村长，项目能不能落地，关键不光是地，也得看村委会班子的配合程度。这个你放心，村委会我说了算。那如果后续涉及到土地整合呢？村民补偿谈判呢？也我来办。放心，这事儿我来办。如果有村民不愿意配合，在我们村还没有我王二蛋做不通的工作。哼，谁要是不配合，那就是不顾全村发展大局。好，说得越满越好。王村长要是有这个执行力，那我们就放心多了。周总放心，这事儿交给我，绝对没问题。强子，叔看出来了，这几个老板是真有实力。是有实力，那你可得帮叔多说说好话。这个项目要是真成了，咱村可就翻身了。二丹叔想怎么翻身？你看啊，这项目要建在咱们村，土地、村民、手续哪一样不得靠村委会？叔不是想占便宜，可咱村总得有点话语权吧？村里占股份那事儿，不是之前说过了吗？之前是之前，现在你也看见了，这投资方实力这么强，项目做起来肯定不是几千万的事儿。要是村里只拿补偿不拿股份，那以后不就亏大了？果然，500万满足不了他，几千万也满足不了他。只要他看到更大的饼，就一定会伸手。那二丹叔觉得村里应该拿多少？最少20%。之前不是说60%吗？那个是咱们自己建园区的说法。现在外地老板也进来了，咱们得灵活一点嘛。20%，投资方未必答应。不答应，那这地他们用谁的？村民谁来协调？手续谁去跑？强子，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我点头，这项目在咱村落不了地。行，我找机会跟他们提。叔就知道你是自己人，真是可笑的自己人。几百万补偿，你们听见没？听见了，还有安置房，还有厂里工作。我得回去翻翻准绝证，看看我家村西头那块荒地算不算。真要补几百万，我先给儿子在城里买房，我先买车，以后谁还骑电动车啊？去打听清楚，村西头这些荒地、闲置宅基地都在谁名下？行，我去问。李旺，你懂账，也懂村里的地界，你跟我走几趟，把能签的先签下来。舅，现在项目还没定，就先签，会不会太急了？你懂什么？等项目真定下来，那些人就都醒了。现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正是下手的时候。袁生，你去找几户老人谈谈，就说村里统一规划，提前承包。这事儿我会办。村长，你咋来了？老赵啊，咱村产业园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吧？听说了，外地老板都来考察了，这可是咱村的大事。产业园要是真落地，土地就得提前整合。整合啥意思？就是你村东头那3亩荒坡，先承包给村里统一规划。1年500，还一签就是20年。那地荒了多少年了，平时也没人管。现在村里愿意统一规划，是给你机会。村长，这地以前没人要是一回事，现在既然可能进规划，那我总得等等看吧。老赵，你这思想就不对了，项目还没定，你就想着坐地起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是破坏全村发展。我也没说破坏发展，就是想等投资方定下来再说。等投资方定下来，你再想签就晚了。到时候名单是村委会报，谁配合谁不配合，村长心里都有数。行，我签，这就对了嘛。老赵，你放心，项目真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叔，早签早安心，村里统一规划，你不配合，以后可别后悔。谁家还有闲置地？村西头那几块现在到底算谁的？王二蛋像是闻见肉味的野狗，彻底疯狂了。他不再满足于等项目落地后分好处，他要提前把能控制的地全攥到自己手里。爸，签下来的地不少了。不够，村西头那片能签多少签多少。舅，钱不够了，有几户要先给承包率，咱们手里的钱。村委会账上还有钱，那是钱支出来。名目呢？
项目前期协调费。怎么，不会写？会。动作快点儿。强子哥，有件事我觉得得跟你说一声。说。村长最近从村委会账上支了好几笔钱，说是项目前期协调费。多少？明面上有20多万，私下还有没有我不知道。还有，他让我做了几份承包协议，都是他家亲戚的名字。王二胆啊，王二胆，你还真是比我想的还急。你为什么告诉我？强子哥，我不想跟着他一起担事儿。上回你说账的事儿，我回去想了想，有些钱确实不干净，我怕以后查到我头上。那你最好记住，从现在开始，他让你做什么，你都留个底。留底？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协议照片，能留的都留。想把自己摘干净，就得拿出东西证明，锅不是你一个人背的。我明白了。上一世，他们3个是王二蛋手里的刀。这一世，我要让这把刀还没挥出来，就先从里面生锈。爸，村委会那点钱快用完了，有几户人家现在也不傻，一听产业园都不愿意低价签了。再这么签下去，钱肯定不够。不够就想办法。咋想办法？找外面的人借。借钱？现在手里能赚多少地，就先赚多少地。爸，这钱要是还不上咋办？还不上。你脑子里装的是江湖吗？项目一落地，咱们手里的地就值钱了。到时候别说这点利息，就是翻10倍也还得起。可万一项目黄了呢？黄不了。那些老板你也看见了，车队都开进村了，能是假的吗？再说了，强子已经答应牵线，他比谁都想把项目做成。现在就看谁下手快。等别人反应过来，地都被抢光了，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行，我去借。远生，你也签个担保。我也签？发财的时候你想分，担风险的时候你想躲。二叔，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签。现在签是配合村里工作。村长，我想再等等。万一真进了规划，你现在不配合，以后补偿名单没有你。产业园招工，你家也别想进。全村都在往前走，你别拖大家后腿。现在就看谁下手快，等别人反应过来，地都被抢光了，咱们连汤都喝不上。坑已经挖好，现在是他自己拼命往里跳。二蛋叔，强子，土地这边书已经协调的差不多了，你跟那些老板说说，啥时候正式签约？二大叔，别急。咋能不急呢？叔这边为了项目可是下了血本啊。我知道，投资方那边也快有结果了。那就好，那就好，你可得催催他们，这可是咱村翻身的大事。二代叔放心，你下的血本不会白下的。叔就知道你靠谱。他不知道。他所谓的血本，很快就会变成压死他的第一座山。你们说，这补偿真能有几百万？外地老板都来了，还能有假？要是真能进厂上班，那我儿子就不用出去打工了。大家也别瞎猜了，这项目现在是我和强子在推进，外地老板那边很有诚意，只要咱们村自己别掉链子，签约就是早晚的事儿。村长，那补偿是不是真有几百万？几百万算啥？人家大老板看中的不是1亩2亩地，是整个产业链，药材种植、加工、仓储、物流，真做起来那就是金山银山。我爸这次可是给全村争了大脸，要不是他出面协调，人家老板能看上咱这穷山沟？以后谁家能不能进厂上班，谁家能不能拿到好位置补偿，那都得看配不配合村里工作。这项目还没签呢，村长家就先威风起来了。少说2句，别让他们听见。哥，这张是村长让我盖的，他说这是项目前期需要，我不盖，他就说我不配合村里发展。王二蛋这是急疯了，他以为只要把地攥在手里，等项目落地就能坐地起价。可他忘了，项目从一开始就是我递到他眼前的一面镜子，照出来的
全是他的贪。强子，你那边火候差不多了吧？还差最后一把火。怎么烧？通知王二代，3天后你们再来村里一趟。公开考察？对，让全村人都知道，你们是来谈最终投资意向。那王二蛋不得高兴疯？他越高兴，后面摔得越响。明白了，3天后我带人过去。这次不用给他留太多余地。放心，我知道分寸。强子，是不是老板那边有消息了？强子，你倒是说话呀！老周他们3天后再来村里。真的？他们说这次不只是考察，那是啥？还要开个初步项目说明会。项目说明会？村里的地、村民代表、村委班子都要到场。好，太好了！强子，你放心，村里这边我肯定安排的漂漂亮亮。到时候我把大家都叫上，让老板看看咱村的诚意。二丹叔，你说，投资方最看重诚信。那是。土地的事最好提前理清楚，别到时候出岔子。放心，土地我都协调的差不多了，谁家的地，什么价，怎么配合，我心里都有数。只要老板愿意投钱，我保证项目立马能往下推。那就好。强子，这次你可算给咱村办了件大事，等项目真落了地，叔也不会亏待你。二丹叔先把村里的事安排好吧。好，你放心，3天后保准让老板满意。王二歹啊，王二歹，我已经提醒过你了，是你自己非要往坑里跳。都坐好啊！这些位置给村委会和老板坐，别乱坐。一会儿老板来了，别乱说话。谁要是影响项目落地，别怪我不客气。你摆这张死人脸干什么？没事舅。今天是大日子，别给我掉链子。知道了。来了！就是上次那几个老板。这回是不是要钱了？要真能定下来，咱村以后可就不一样了。周总，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把你们盼来了。王村长，来，里面请，乡亲们都等着呢。乡亲们，今天是咱村的大日子。这些年，咱们村一直穷，一直被人瞧不起，可现在不一样了。在强子的牵路下，外地大老板看中了咱们村的药材资源，准备来们村投资建产业园。大家鼓掌啊！这个项目一旦落地，咱们村就能从贫困村变成示范村，大家不光能拿补偿，还能进厂上班，以后家门口就能挣钱。这要是真的，那可太好了，以后孩子都不用出去打工了。当然，大项目也需要大家配合。前段时间，我为了推进项目，做了不少土地协调工作，有些人理解，有些人不理解，但我相信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我王二蛋是一心为了全村好。周总，您看，乡亲们的热情都在这儿。土地这边我已经提前做了大量工作，只要您一句话，咱们今天就可以把意向定下来。小陈，把资料打开。好的，周总。这不是承包协议吗？王咋还有村委会的章？周总，这是在正式谈项目意向之前，我们想先确认一件事：这些土地承包协议是村民自愿签的吗？这不是我家那份协议吗？我家的也在上面。咋回事？这些协议不是村里提前登记用的吗？周总，这些都是我为了项目提前协调的土地，方便你们后续统一规划。王村长，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内部评估，原本的确考虑过在这里建设药材加工产业园，但在进一步了解过程中，我们发现村里存在严重的土地权属和基层管理风险。周总，这都是误会，土地我都能协调，村民也都配合。我们发现有人打着产业园项目的名义，在项目未为立项、尚未审批、尚未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提前低价承包村民土地。啥？项目还没签？不是说马上就定下来了吗？哎，乡亲们，你们别听差了，我是为了项目提前做准备。做准备不等于用村委会身份压低村民承包价格，
更不等于私下向投资方提出不合理股份要求。股份要求？谁提股份要求？村长，是你吗？周总，你这话可不能乱说。什么个人股份？我那是替村集体争取利益。小陈，没有我点头，这项目在咱村落不了地。土地、村民、手续，哪一样不得靠我？你跟他们说清楚，村里最少要拿20%，到时候具体怎么分，我来安排。这录音断章取义，我是为了村里。王村长，我们公司不可能和这样的村委班子合作，所以经过慎重评估，我们决定彻底取消在本村投资建设产业园的计划。那我们地都迁出去了，咋办？王二蛋，你不说项目一定能成吗？你还说谁不配合谁就没补偿，现在补偿呢？周总，咱们有话好好说，这事儿还能再谈。没有再谈的必要。二蛋叔，我提醒过你，土地的事最好提前理清楚。是你自己不听。你不是说项目十拿9稳吗？你不是说先迁地是为了以后补偿吗？老赵，你先别激动。我不激动。我家那3亩荒坡，1年500块，签了20年。现在项目黄了，你还我地。我家那块地1年300块，签给你20年。你说以后补偿名单肯定有我家。现在项目黄了，你咋说？王二蛋，拿我们的地去跟老板谈股份，是不是早就想把好处全捞到自己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是为了全村，我真是为了全村。为了全村，你把协议签到你儿子名下。为了全村，你让我们1年300块地交出去。为了全村，股份怎么分还得你来安排。爸，你不是说肯定能签吗？钱我都借了，合同也签了，现在项目黄了，债咋办？借钱？借啥钱？村长，你到底背着我们干了啥？你不会拿我们家的地去抵债了吧？闭嘴！我闭什么嘴？钱是你让我借的，担保是你让我们签的，现在项目没了，你让我咋还？王福，二叔，当时你可说这钱只是周转，你说项目1签就能还，现在投资方都撤了，我们这些担保人咋办？还有担保人，这到底借了多少钱？你把王家人绑进去就算了，你是不是还想把我们也拖下水？王二蛋，你今天必须说清楚，我们的地到底是给村里规划用的，还是给你家发财用的？把协议还给我们！对，还地，还钱！把村委会账也拿出来！王二蛋，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都慌什么？项目不在他们一家手里，他们不投，我们还能找别人投。王村长，恐怕没那么容易。在我们撤资说明发出后，你们村目前的土地纠纷和信用风险都会被记录在项目评估报告中，至少短期内不会有正规投资机构接手。强总，我们走吧。再次说明，我们从未承诺任何个人补偿，也没有授权任何人提前收地、承包地、签协议。所有因个人私下签订协议造成的损失，请大家自行向相关责任人追究。强子，你帮叔跟周总说说，这里面有误会，真的有误会。松肯，强子，你不能不管啊！这项目是你介绍来的，你得负责。我负责？我让你挪用村委会的钱了，我让你低价囤村民的地了，我让你高利贷了。二丹叔，发财梦做得太大，醒来的时候会疼。退地还钱，给我们一个说法。二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别想走。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让他先应付村里人。那债呢？债主比村民来得更快。你们咋来了？王福签的借款合同到期了，今天必须还钱。兄弟，项目出了点小问题，
你们宽限几天，等我周转过来。本金80万，利息已经滚到130万。130万，宽限可以，继续算利息。爸，不是说就借几天吗？咋成130万了？闭嘴，王府！你别喊我，当时我说不借，是你骂我没出息。马老板，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你是担保人吧？这里有你的签字和手印。二叔，我可只是担保，当初你说万无一失，我才签的字。现在债主找上门，你不能让我替你背锅吧？你来干啥？村长，土地协议是你让我做的，章也是你让我盖的。我就是个跑腿的，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没关系？你们拿好处的时候咋不说没关系？现在出事了，一个个都想跑。你们家里的事儿我不管，今天我们只要钱。活该，让他贪，拿我们的地去做发财梦。现在债主找上门了吧？这回看他还咋耍威风。躲得了一时，躲不了债。王福，今天不露面，明天我们就去找担保人，本金利息一天都别想少。你躲得了一天，躲得了一辈子吗？那担保字可是你自己签的。我哪知道项目会黄？是二叔说万无一失。这回真热闹了。以前他在村里横着走，现在门都不敢出。欠债的滋味他也该尝尝。强子哥，坐下吧。强子哥，我知道以前我做了不少糊涂事，可这次我真不想跟王二蛋一起死。这些东西你交给我，就等于彻底跟王二蛋撕破脸了，不撕也完了。他现在自己都保不住，还想让我们替他顶雷。行，你愿意放我一马？放不放你不是我说了算。你要真想少担点责任，就自己去说明情况。纪委和经侦那边该怎么说，你自己想清楚。王二蛋，你做了一辈子，终于把这个家做没了。你懂什么？只要我翻过这一关，照样还是村长。村长，你现在出门，村里哪条狗都比你有脸。王福被你坑了，王远胜被你坑了，连李旺都不敢跟你站一起了，你还做你的村长梦呢？我当初怎么就跟了你这么个贪心鬼？你再说一遍！我说你活该。这一刻，他终于发现，不只是外面的人不再怕他，连家里人也不再信他了。春梅，王福，现金没了，村长也没了。债是你欠的，牢也是你自己找的，别再拖累我们娘俩。真来人查了，早该查了。王二蛋这回怕是躲不过去了。同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村里发展，真的是误会。我是为了村里发展。村委会这几笔公款支出，为什么转到了你儿子王福名下？这是项目前期协调，协调费为什么进个人账户？李旺，这些协议是村长让我做的。李旺，你敢卖我？舅，我不想替你坐牢。这些签字是你们本人签的吗？是我签的，可钱是我爸让我借的。我就是签了个字，我根本不知道后面会这样。我只是担保，地不是我要囤的，是二叔说项目万无一失我才签的。账不是我想作假的，是村长逼我的。爸，你说句话呀！二叔，你不能让我们替你顶。我有聊天记录和原始协议，我都交了。
前多威风啊！现在咋不说为了全村了？活该！强子，是你害我！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太贪。这地总算回来了。以前他在村里说一不让，谁敢顶他一句？现在连自己家都没守住，这就是贪的下场。王二蛋、王福、王远胜、李旺，还有几个参与做假账违规担保的亲信，一个都没跑掉。强子，王二蛋真的被抓了。那以后，咱家是不是不用再怕他了？不用怕了，以后谁都不用怕。下一位赖建国。爸，我陪你进去。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一些老年人的常见毛病，血压、肠胃、关节这些地方，平时注意调养，按时复查，饮食清淡一点，别太劳累，不严重。医生，真没啥大事儿？没大事。我就说我身体好着呢。你少逞强。爸妈，以后你们就听医生的，别省也别硬扛。听你的。行，听你的。强子，真不回来了？想回来就回来看看，不想回来就不回。住了一辈子，真走了，心里还有点空。爸妈，以前你们总想着在村里抬头做人，可人这一辈子不是非得活给别人看，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好，走吧。以后村里怕是要变样了。那是他们的事了。有些路不是修给别人看的，是自己走出来的。前世那个心软、愚蠢、被人吸血到死的我，已经死在了那个寒冷的冬夜。这一世，我守住了父母，也保住了自己的人生。